唱法、你的呼吸、你的咬字都变成一样，但是唯独是你的声音是改变不了的，你的音色很难去改变，你的咬字很难去改变。这就为什么就是有的人一唱歌唱得很好，没有记忆点，但有的人可能唱得一般，但是他的声音就被大家一下就能听出来。所以这个作品是非常好的作品啊，他们唱也是非常非常舒服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算是他们除了这么多歌里边最好的一首。被冻结的冰川在躁动，永夜尽头何时能白昼？天际线只剩孤独方舟。就是这种声音，其实在华语男声里边，男声音啊，男性声音里边很常见，就是很大众的一个声音。他再往宽一点，或者他再唱腔明显一点，他就是薛之谦。可是谁的心里有火种，一点光就够温暖宇宙。我知道那个人值得守候，为什么交集靠太近反而犹豫？就是你们听第一个声音和第三个声音就很像啊，就第一个声音和第三个声音，他们的这个音色就很像，所以这俩人我在听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是崔云峰，但是我不知道哪个是崔云峰啊，因为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找崔云峰的声音，因为崔云峰他算是里边唱功最好的，所以我在找崔云峰的声音。我找不出来啊，相反的就是卡斯的声音我没听过他，我听了那个声音以后，我就开始，这个人是谁啊？是叫卡斯啊。有的人说那个声音什么科技感呢，就是你要能听出科技感，大部分是因为修了音。如何说出口？和未来相关的梦。为什么我说他们的唱功崔云峰最好？因为崔云峰的声音是最正常的，他没有调过，就代表他没有修过，能明白吗？就是我们听崔云峰的声音，他是最没有科技感的。一个歌手如果说他要有科技感的话，那就出问题了。你就像我的前期的作品，之前我在出歌，我出了一版小说啊，出了一些歌，前期都是有科技感的。为什么有科技感呢？因为我唱歌喜欢就是颤音，然后遇到了一个修音师，他会觉得我颤的不均匀，所以他就把这个颤音都给修了。修完的音你们能听到一种电音的感觉，所以就是前期的作品我几乎我不去听，不是说因为我唱的不好，确实那个时候唱功也是没有现代的这种成熟，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碰到了一个不懂的修音师，他把我的颤音都给修平了，一修平全都是电音。越遥远，某些感觉越强烈。有一种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就请你相信。歌词写得很好。大陆与海洋如何相通？基地的寂寞
随风摆动，无数次呐喊消失夜空。17的这一句唱的也非常好，17这句也没修。大陆与海洋如何相通？基地的寂寞随风摆动，无数次呐喊消失夜空。没修，可是我的心里有火种，一点光就够温暖宇宙。我知道有个你值得守候。为什么交集靠太近反而犹豫？如何说出口？和未来相关的梦，当距离越遥远，某些感觉越强烈。有一种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人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就请你相信。复杂的规则竟让想念更加无邪，时间的考验会让笑容愈发鲜艳。我知道你同样坚决，我知道你同样坚决，我知道你同样坚决。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我要你相信，这缘分不可思议。我们在这个陈顶顶这一句单独的完全没必要，就是陈顶顶的这个唱功撑不起来，这个完完全全可以交给别人交给别人来唱，但是陈顶顶好像是那个队长可能交给他就是算是减分了这首歌就是减分了。也不一定是崔云峰崔云峰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如果是声音再有辨识度一点会更好。给你们听一下他们那个一代团一代团熊猫团的歌这个他们其实是二代团一代团我觉得还是有一首歌也是非常出圈的这个非常有年代感的这个编曲。放着自己的音乐，挑逗着你的双眼，这种感觉不需要平静时候体会。撩动着你的琴弦，跟着鲜明的鼓点，全心投入就不那么危险。也别在舞池中间开始跟我对上眼，奉劝你最好小心翼翼跟在后面。预想不到的瞬间可能随时会出现，不管白天黑夜，就算超过12年。这是我们的誓言，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誓言，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这是我们
放上自己的音乐，挑逗着你的双眼，这种感觉不需要平静时候体会。摇动着你的琴弦，跟着鲜明的鼓点，全心投入就不那么危险。要不在舞池中间，可是跟我对上眼，扶着你最好小心翼翼跟在后面。意想不到的瞬间，可能随时会出现，不管白天黑夜，就算超过12点。这是我们的世界，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世界，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这是我们的世界，含蓄都抛在脑边，紧跟我们的世界，千万不要轻易后退，免得后悔。再见。就算前方再多障碍，我们不轻言妥协。就算偶尔迷失方向，我们也会撑出一片天。是我们的世界，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世界，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这是我们的世界，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世界，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这是我们的世界，含蓄都抛在脑边，紧跟我们的世界，千万后退，免得后悔。再见。哎呦，就这首歌啊，我觉得写的挺好的。就是虽然说没有二代团的这个，因为我觉得二代团的歌吧，你说它好也好，但是你要说它，我怎么点评呢？就如果说就是二代团，它就是相对是专业了。为什么它专业？你比如说刚才咱们听的那首就是什么，接近逐进是什么渐进的自由啊，就是刚才咱们听那首歌，它其实就是标准的那种就是现代的音乐现代的音乐，就是它完完全全就是现在的音乐。但是呢，一代团呢，现在听起来它这个是很土的，但是反正我听这首歌会更有记忆点。为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歌写的吧，就很适合做那种就是群像剧，就比如说什么呢？什么《爱情公寓》啊，《武林外传》呐，这种就是很多人物的这种发展，这种蜕变呢，就这种他这个歌写的就是很适合，所以就是这是给伊库藏克了吗？这首歌是给伊库藏克了吗？反正这首歌写的非常非常适合做主题曲非常非常适合做主题曲，而且就这首歌抓住我的声音的还是那一个，就是这里边唱功最不好的就是因为我跟他们合作过，我知道他们谁唱功不好但是这里的声音里边就是让我非常的，就一下我就能听出来这个人的声音，且这首歌我就在等他的部分就是那个富贵他的声音，就是别人都唱的非常中规中矩，这里边有一个人唱的非常做作，其他呢都唱的中规中矩，然后那个就是富贵唱的就是那种特别就是台湾的港台的那种感觉咱们再听一遍分别说一下，就是他们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
己的音乐挑逗着你的双眼，这种感觉不需要平静时候体会，撩动着你的琴弦，跟着鲜明的鼓点，全心投入就不那么危险。第一句应该是拍拍唱的啊，因为我对拍拍的了解就是不太深入，因为拍拍我跟他合作过，就是拍拍是一个类似于这个操盘手的感觉，所以他的声音就是比较多变，所以这一句其实就是这一段，其实如果说是拍拍唱的话，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他，因为他唱歌非常稳啊，他这个就是很舒服，很恰当，开头开得很好。在舞池中间开始跟我对上眼，奉劝你最好小心翼翼跟在后面，预想不到的瞬间可能随时会出现，不管白天黑夜，就算超过12点。这个人这个人就是我觉得唱的就非常做作了啊，就是啊，就是刚才那个开的非常好的头，到他这儿就是首先他的唱功也算是稳的，但是他可能就是想突出自己，就有一些小心机在声音上在自己在变化，所以他这个明明是一个人唱的，但是可能感觉他的声音一直在变化，就是他太想表现自己了。然后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就唱得非常的油腻，我们再听一遍啊，大家注意听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你们听听有多油腻，就他故意的在凸显出自己的声音啊。也别在舞池中间开始跟我对上眼，奉劝你最好小心翼翼跟在后面，预想不到的瞬间可能随时会出现，不管白天黑夜，就算超过12点。有一点点就是就是莫名其妙燃起来了，就是他就燃起来了，就是他想通过声音可能燃起来但是你中规中矩的唱的话，就是也可以燃起来，就是这个如果说就是我现实当中我对他们的声音不熟悉，但是如果说按照抓马程度的话，应该是马老师。来，去往下看。到了那个副歌部分了啊。这我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主歌，什么叫副歌。主歌就是前面一开始的时候那些桥段叫主歌，副歌呢就是重复的那个片段，就是所谓的高潮部分，就叫副歌啊。我们听听副歌，我能听出两个人的声音，一个是恶魔的声音，一个是富贵的声音。来，我们听一下啊，就是他俩唱的，如果说就是单纯从这几句，我还是会听到富贵的声音，而且觉得富贵的声音很有特色。这是我们的世界，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世界，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这是我们的世界，含蓄都抛在脑边，请看我们的世界，千万不要轻易后退，免得后悔再见。放上自己的音乐，挑逗着你的双眼，这种感觉不需要平静时候体会，撩动着你的琴弦，跟着鲜明的鼓点，全心投入就不那么危险。要不在舞池中间开始跟我对上眼，我劝你最好小心翼翼跟在后面，意想不到的瞬间可能
能随时会出现，不管白天黑夜，就算超过12点。这是同样的一部分啊，你们听一下，同样的超过12点，这个应该是那个恶魔唱的，就是我们会听到同样的超过12点。来，我给大家看同样的超过12点，就是不同的歌手他是怎么演绎的。意想不到的瞬间，可能随时会出现，不管白天黑夜，就算超过12点。就非常自然的唱出来，然后我们再听一下第一个版本的超过12点。意想不到的瞬间，可能随时会出现，不管白天黑夜，就算超过12点。这是我们就是明显感觉到，就是两个歌手啊，其实他不一样，性格就是不一样。就是你从的这个他的声音，他的就是展示，你就能看出来这个他俩的性格不一样。来，我们主要听那个我特别喜欢的富贵的部分啊。他前面如果说这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是4人团还是5人团，但是我觉得他故意的把那个富贵留在副歌了，因为富贵的唱功在这里边算是最薄弱的，所以他们把就是最好唱的部分留给富贵了。我们听一下富贵的表现。这是我们的世界，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世界，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这是就是富贵唱的吧，就是明显就感觉就是那种，就是我听，就是我再给大家听一下啊，就是你们仔细去听他唱歌的那种咬字和那种状态，听完了以后，就是你们回答我，就是就是你听出了什么？来，这是我们的世界，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世界，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这是来，谁能说说你们从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什么？你们能不能听他的声音？就是他给别人传递的这种感觉和他的这个声音，他的咬字，你听出了什么？就你听他这一句，你能听出什么？有没有能说出来的？说说自己的观点。说不出来是不是啊？还是你们在打字啊？扯嗓子，哎，扯嗓子，还有没有？你字正腔圆，正常，不是，白熊说的不对，他没有字正腔圆。张马四说扯嗓子，还有没有那个杨说一下？吃力，哎，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杨，你说你的观点是什么？不发表啊，不发表那行。那刚才那个说扯嗓子和吃力的，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就是扯嗓子和吃力啊，算是减分的吗？就是他唱这一句，你觉得是加分还是减分的？就是刚才我们再听一遍，你觉得他唱的是加分还是减分的啊？来，这是我们的世界，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世界，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这是我，就算你还来。就你们说，就是说他唱的这个，你们觉得就是 O 不 OK？就如果说是给你们一个打分的机会，是加还是减？就是如果给你们一个打分的机会，你们说是这句话他唱的是加分还是减分？减分了。刚才有一个说扯嗓子，就是什么？刚才有一个说那个吃力，
你觉得吃力的，你觉得加分还是减分？就是你们觉得减嘛，唱不上去是吗？啊，还有没有？七月的母狮子没有了啊！我跟你们的观点完全相反。你们要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啊？这是一种就是哎呀，就是特别热血的歌。这首歌是非常非常热血的歌，你要唱的太容易的话，就没有那种燃的感觉。你就像刚才那个，就是超过12点，就是那种，就是他刻意的就展现出那种声音。我相反，我不会觉得就是好听，我相反，我就会觉得说，哎，他是这首歌就好像一群人在奔跑，然后再就是往上走，然后再蜕变，他一定是会有一个挣扎的过程。我觉得他这个声音恰恰有挣扎的感觉啊，就是那种，而且就是他中间有一点点就扯，就是像你们说扯着嗓子在那块，就是唱不上去了，然后有点捏着嗓子。这个捏着嗓子，其实恰恰就有一点点像这个男孩在这个一个男孩在这个遇到困境的时候，有一点点就是尿汤的感觉，就是我们东北话叫尿汤的，就有点赖了鸡的那种。就是我遇到了困难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我就有点想退缩了，但是呢，我又不能退缩，然后我就忍着疼，然后咬着牙，然后又爬起来的感觉。所以就是恰恰相反，就是他这个声音，我就觉得非常适合这首歌。我们再听一下，你们要知道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什么？传递的是什么啊？你要唱的太容易的话，有什么意思呢？就好比就是什么什么追梦赤子心呐、是不是那首歌？它一定是要有一些就是歇斯底里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很有意思。来，我们再听一下。这是我们的世界，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你看他要哭了。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这是我们。很好，我觉得这个恰恰就是加分了啊！来，我们对比后边，你会感觉到就是说，哎，后边唱的太容易了，而且没有什么特色。我们来听一下。这是我们的世界，含蓄都抛在脑边，紧跟我们的世界，千万不要轻易后退，免得后悔再见。反正他们是燃起来了啊，他们是燃起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那个那谁唱的好。来，我们听听后边啊。就算前方再多障碍，图图叔，你现在跟龙二有联系吗？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长岛冰茶，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你来，我们继续往下听啊。我们不轻言妥协，就算偶尔迷失方向，我们也会撑出一片天。是我们的世界，请前面应该又是马老师。哎呀，马老师就是唱歌，就是马老师好像是声乐老师，是不是？啊，他这个唱歌就是就是那样啊，没啥意思，就是他更新老慢了，一年更新不了。你为什么让他更新呢？他的生活重心不在粉丝这一块
啊。一个人他做什么事儿，他一定是自己想做什么。那他之所以不更新的话，他一定是他自己的生活重心不在这儿，他不以这些东西为主啊。你什么你更新什么更新慢了，他没有这个意愿，对吧？你让他更新什么，对吧？来，我们继续往下听啊，就是我们听听马老师和这个，就是马老师这段和这个富贵这一段有多少差别？就是马老师就是可以。我们也会撑出一片天。就是他的气息，气息很足，唱法也很稳，甚至他还有一点点就是小技巧，就是他是会有这样的声音处理啊，你太心急了，你心急什么呀？就我不是这个跟你心急没什么关系，这是人家的选择，人家的重心不在这一块，你心急有什么用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很明显吗？就是他的重心不在这儿，你心急跟他重心没关系啊。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重心，那他的重心不在这儿，我们尊重，就期待就完事儿了。什么心急没？你心急能怎么着啊？对不对？来，我们继续往听，我们紧接着听那个就是那个富贵的啊。哎呦我的天哪，唱的就是让人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好想保护他的感觉，就是他是有一种小男孩，然后就那种就是哎跌跌撞撞，然后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我听他唱歌，我能看到就是名人一步一步的，就是哎就是受尽了一些委屈的那种感觉，唱得非常好啊，就是我。请放开你的心扉，享受我们的世界，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就是有的时候你气息太足，或者说你唱得太满的话，反而你的声音是没有态度的，就是你完完全全你就是中规中矩的在唱歌，你把声音处理得非常好，反而你丢失了温度。但是他的声音呢，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享受我们的世界，就算你还需要时间，犹豫不决。他的声音是虚的，就像你们说的，他这个 key 可能不适合他，然后或者说他的气他就不够了。但是他反而唱出那种就是那种有一点小敏感，然后小脆弱的那种感觉，唱得非常好。蛮喜欢老二的，不是你表达，不是你为什么不是？我没有说你表达的有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的生活重心不一样，就是你什么着急怎么样的，这个不代表就是说你能怎么样，就是你没有权利让别人怎么样，
就是我都说了，他的重心不在这儿，不在这儿的话，你要去关心他，你就可以去买他的东西，他的重心在那儿，能明白不？哎，能明白不？他的重心不在更新视频这一块儿，能明白不？你在这块儿你使劲，然后想让人出什么视频之类的，他的重心不在这儿。你要是想支持他，或者说爱他、喜欢他，你跟他有更多的互动，你去买东西就好了呀。他的重心在那边啊。娇媚的感觉，听着0.5变纯一了，唱的挺好的。他们不是跟我合了一首歌吗？就是他们的热度榜的第一，就是大冬天还有蚊子啊，这个是那个，因为我们是那个什么啊，我们是那个就是南方，就我们合唱了一首歌，你们就能听出来，就是就是谁唱功好，谁唱歌不好。找富贵合作一首，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富贵的唱功确实是有问题的。来，这是我写的一首歌，然后找他们来合作的啊，大家看一下啊。给我你的手，像蓝天的尽头，我们肩并肩，谁也不回头。就是你们能听出来吗？就他唱功有问题，就他唱功是团队里边绝对是非常非常差的，非常非常差的。第一句再给大家听一下。给我你的手，像蓝天的尽头，我们肩并肩，谁也不回头。给我，就是他有一种小朋友的唱法小朋友唱法，然后小朋友唱法他就是那种，就是因为他就是他就是稚嫩然后下面就是那个马老师你的手像飞翔的海鸥，小声把云穿透，我在震天后。好，马老师他是一个，他就是音乐老师，他知道这首歌他在传递什么，所以马老师的声音马上就是故意的修饰的很温暖，但是我听着很做作。这个来，像飞翔，给我你的手，像飞翔的海鸥，小声把云穿透，我在震天后。狂风是命运捉弄，但它不停留。暴雨冲刷所有灰蒙蒙，让梦想更感动，感动更清透。哎呦，就是这富贵的声音一出来，我就觉得很舒服。就富贵唱这首歌，他唱的是最好的就富贵他声音一出来你们听一下。狂风是命运捉弄，但它不停。他没有刻意的修饰自己的声音，他完全没有，他也没有就是在那个故意的在顿，噔
等，他就是很正常的在唱一首歌，所以他处理的非常的舒服。暴雨冲刷所有灰蒙蒙，让梦想更感动，感动更清透。我们大手牵大手，用左手牵右手，好像雨后那片彩虹，期盼爱天地久。我们只管向前冲，不必过多的担忧，调整呼吸，缓慢节奏，迎接缤纷的宇宙。你说过的，你做过的，我都会记得。幸福证据变成独自上的肉。就是这刚才是拍拍的声音，拍拍也是非常知道这首歌在表达什么，所以他也是一把年纪在就是咧着嘴，像那种就是幼儿园的那种长的肉，就那种，就他们其实就是这里唱的最好的还是恶魔啊，还是最好的还是恶魔，就是这里依然就是会看出各自的问题，各自的问题，但是拍拍还可以，马老师还是在表现自己，就是他太爱表现了，然后那谁，就是相反，富贵他可能唱功是最不好的，但是其实任何的偶像团体都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来，我们下一段。给我你的手，像飞翔的海鸥，小声把云穿透，我在整天候。哎呀，狂风是命运捉弄，但它不停留。暴雨冲刷所有灰蒙蒙，让梦想更感动，感动更清透。我们大手牵大手。哎，主播的声音一出来，就是我到现在我都在分析我自己的声音到底是偏1还是偏0。对，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偏1还是偏0，反正我是听不出来我的声音是偏1还是偏0啊。但是就是我的声音一出来，我就会觉得说，像贾一，就是会有一点点善良，音色偏0是不是？就是我觉得我很善良，来，再听一遍。给我你的手，像飞翔的海鸥，小声把云穿透，我在整天候。狂风是命运捉弄，但它不停留。暴雨冲刷所有灰蒙蒙，让梦想更感动，感动更清透。我们大手牵大手，用左手牵右手，好像雨后那片彩虹，期盼爱天地久。我们只管向前冲，不必过多的担忧，调整呼吸，缓慢节奏，迎接缤纷的宇宙。你说过的，你做过的，我都会记得。幸福证据变成独自上的肉，幸福证据变成独自上的肉。就是我的声音里，我会能听出来，就是也是会有一点点，就是
少女，就会有一点点就是少女的感觉，就是好像一大帮大哥哥围着一个小萝莉的感觉，就是对，还可以啊，还可以。但是就是值得一说的，就是拍拍是这里边所有和声啊，他是策划加和声，就是拍拍算是我认为就他非常认真的在去搞音乐，我觉得就是熊猫堂，就是能有熊猫堂，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认知里边，就是因为我跟他们私底下就是有一些交情，我的认知里边现在能有熊猫堂，完完全全就是因为拍拍，就是那个小德啊，现在能有熊猫堂，完完全全就是因为小德，因为小德一直都有一个音乐梦想，他可能组建了一代团，但是发现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那个，就是其实也完成了，但是可能跟他的预期可能还没达到，他也是有遗憾，所以他就一直想组二代团。然后后来，因为他本身就是在音乐平台工作，我觉得，所以他就跟那个那些音乐公司提这个想法，然后这个音乐公司也同意了，所以当时就是他们也找过我，熊猫堂也找过我，我当时也是很想，我是很想试试的。但是因为我在面试的时候特别逗，他们那个好像是 CEO 吧，还是那个谁呀、就是音乐公司的就是一个高管吧，我具体我忘了是 CEO 还是高管。找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说，我说男团嘛，男团不都是那种就是比较年轻的，比较有风格的那种，所以我在面试之前呢。我染了个黄毛，我染了个黄毛去了。我现在平时就是因为那年我好像是28岁，我觉得我自己挺老的。我说那年纪这么大了，能进这个团吗？我说染个黄毛，我稍微年轻一点，我就是像个男团似的，我就染了个头发，染了头发我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面试。面试就问我一些问题，就说你，因为那一年其实我已经有一些粉丝了，然后公司都会觉得说，不那个，就问我一些问题，就说你怎么跟那个粉丝，就是你怎么有这么多粉丝的，然后你怎么跟粉丝相处？我真的就是想复杂了，我觉得这种公司面试的话，肯定有很多人。很多人的话呢，我怎么样脱颖而出呢？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他问我怎么有这么多粉丝，我说，就平时就唱歌，然后那个就是比较真实嘛。他说你怎么真实？你怎么跟粉丝维系关系的？我说不维系，就是我说没事我就怼粉丝，就看到一些黑粉，我就真的在直播间里怼。听完了以后，我本以为这些都是加分的，但我其实我就完完全全不懂嘛。首先，那个面试是小范围面试，没有那么多面试者。第二点，他们本身的定位其实就是就是所谓的就是那个年纪大的胖子。我这个染的黄毛，多此一举。第三点，他们是在公司里签艺人，签艺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听话。我太有自己的风格和太有自己的行为，就我反而就完完全全不符合。后来是也没有说不符合，然后我就在等通知的时候，等通知我就大概等了因为他们陆续的在面试，
好像我们面试完大概1-2个月就过年了。过年以后，然后突然想起 Monkey 怎么办呢？那一年我刚养 Monkey，2018年我刚养 Monkey，然后养 Monkey 之后，我说我要去团里的话，那就进公司，进公司里怎么养狗啊？我还特意问他们，我说能不能养狗？他们说不是，我说那个我是这么说的，我说哎呀，那我就不去了。他说为什么呀？我说那个哎呀，我这养了只狗，我说我不能扔掉它呀。他们说宿舍里可以养狗之类的怎么样？我说哦，后来就问了一下，就是大概前几年，后来我就说哎，可以养狗还行，结果就告诉我没通过。后来还找了很多人找了志伟，找了好像还找了那个灰灰酱，然后其实后来就是跟他们就是唱了这首歌以后，就跟那个富贵就算是认识了。然后当时其实有很多人会，就是他们团里的人都会认为说我跟富贵长得很像，他们都会觉得我跟富贵长得很像，所以就是说哎你俩就是认识一下，然后录歌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下。我也是会看海报的时候，我也是最喜欢富贵的。后来就是跟那个富贵私底下认识了，认识以后，其实我们在跟我回家3的时候，我就有找过富贵，我说给你安排一个，就是跟我组 CP 的一个角色。恰好那段时间呢，就是富贵也同意，就是说就是也想拍，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去他家里，然后我们在聊天就聊剧本。然后我记得他当时是在盒马超市吧，买了一些刺身然后那个时候还不能吃日料呢，然后他就想跟我一起分享，我说我不吃。后来我就跟他聊剧本，我说哎，那个你有什么要求吗？他说哎没，就是也就是尽量不要写什么10之类的，就是他不喜欢，就是就咱们有一些就是朋友，就是不太喜欢，就是自己被定义为1或者0，就是他不喜欢就是他就是不喜欢。就是我合作过很多的演员，就明明他是0，或者说他是0.5，但是他不喜欢就是在剧里演0，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反正就是不演，就是不让那个有明显的10，也不许叫什么老公老婆，就是因为老公老婆就能让大家分辨出你是1还是0了，反正就是有这种。再后来，我其实这个事我就想放一放，就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跟他说，我说哎，马上要拍了，我说那个你还有档期吗？他说有。但是呢，有一个新情况。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谈恋爱了。我说哦，我说那谈恋爱了，那有什么要求吗？他说也没啥要求，他对象也同意，就是他拍，但是呢，不能有亲密的戏份，就比如说接吻不可以，然后也不能叫老公老婆，反正就是条条框框比较多。后来我就说我说那好，那再等等看吧，就我就没找他。就这样的。其实我跟那个富贵其实是有认识但是我会觉得说演戏最忌讳的一点就是你各种各样的一些对不太好合作，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他放不下很多东西嘛，所以我们是认识的相反呢，就是我这些年跟那个恶魔呀、跟小德呀都是会有联系的。我们其实有在交流聊天包括上一次
恶魔也来深圳，我们也一起喝酒啊。我就觉得其实，好像就他们都在这个就所谓音乐行业在努力，很难得，就是他们真的是喜欢音乐。包括现在熊猫堂的所有的音乐作品，我其实都有在看那个，基本上都是小德在策划，小德所有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他在策划。那我们继续再回味一下这个熊猫堂的这个非常高分的一首歌啊，渐进自由。被冻结的冰川在躁动，永夜尽头何时能白昼？天际线只剩孤独方舟。可是谁的心里有火种？一点光就够温暖宇宙。我知道那个人值得守候。为什么交集？靠太近反而犹豫，如何说出口？和未来相关的梦，当距离越遥远，某些感觉越强烈。有一种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就请你相信。相同，集体的寂寞随风摆动，无数次呐喊消失夜空。可是我的心里有火种，一点光就够温暖宇宙。我知道有个你值得守候。为什么交集？靠太近反而犹豫，如何说出口？和未来相关的梦，当距离越遥远，某些感觉越强烈。有一种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就请你相信。复杂的规则竟让想念更加无限，时间的考验会让笑容愈发鲜艳。我知道你同样坚决，我知道你同样坚决，我知道你同样坚决。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我要你相信，这缘分不可思议，我们在一起。哎呦，这歌写的真的是，
但你们听明白这首歌的意思是什么？你们能听明白吗？就是这首歌的意思有没有听？就是听完这首歌，你们听到了这首歌传达的是什么呀？有没有一些想法？就这首歌它传递的是什么？就为什么它是一个好歌呢？不管流言蜚语，做自己。他这首歌呀，他这首歌他其实是表达的一个爱情的一个观念，他不是在表达自己啊。这个白熊，我们相爱就像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之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就请你相信啊！就请你相信，就是他想给别人，就是他这首歌，他不是说给从字面意思来讲的话，他不是说写给粉丝的啊，他写的是爱情啊，他写的是爱情。他其实这首歌就表达的就是说，我要对我爱的人说，其实我们的爱情不像其他人的一样，我们的爱情就是忽远忽近啊，然后不要去定义它啊，我们就是你看他这个渐进的自由，渐进的是距离，自由又是距离。就是我们渐进了，但是又有自由。他其实想表达的是一种，就类似于什么呢？开放式关系，就是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不需要捆绑，但是我们是情侣，就是我想让你坚定这种关系，我们不需要时时刻刻在一起，我也不需要天天你爱我，我爱你。但是我们就是情侣，我们就是命中注定。他想表达的是这个观点，对。所以他这个歌，你要说他牛逼的点，就是其实他的歌词其实有点牛逼啊。他不是说一定说是开放式关系，但是他想传递的这种观念一定是超前的，就是可能就是大众，就是不是说我爱你，你爱他。然后爱就要在一起狠狠爱，不爱就分开，不要互相伤害，不是这么俗的观念。他的观念是很高级的，就是说，平时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互动，但是我人群当中我看见你了，我就只能看见你。我们不要就传统的定义的爱情，就放在心里。但是呢，我又有归宿。啊，他就有归宿，所以说他这个观点挺超前的，来，我们再听一遍，就是你们听听歌词，他是不是讲这个事儿？被冻结的冰川在躁动，永夜尽头何时能白昼？天际线只剩孤独方舟。可是谁的心里有火种，一点光就够温暖宇宙。我知道那个人值得守候。为什么交集靠太近反而犹豫？为什么交集靠太近反而犹豫？就是
他就会觉得说，哎，不要焦急，你焦急了反而会犹豫，你靠太近了，就不要有互动，你靠太近了就会犹豫，然后就会让自己就是不像自己啊。如何说出口？和未来相关的梦，当距离越遥远，某些感觉越强烈。你听听是人话吗？当距离越遥远，感觉越强烈。你干什么你？有一种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好了，他说有一种爱，其实渐进的自由，就是有一种爱情啊，就是哎，我们就是越自由反而越靠近啊。不要管别人乱七八糟的说咱俩不像爱情，咱俩是开放式关系，你在外边有人了，你别管这些，咱们从来不相信这些。最重要的就是我人群当中我一眼我就能看见你，哎，别人在这块说咱俩就不像爱情，没关系，我爱你，你爱我就够了，咱俩也不用传统意义的爱，他们是凡夫俗子。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就请你相信。这句话又是在 PUA 啊，在转身之后忽远忽近，忽略极限，就是哎呀，就是咱们分开，就是咱们就是你不用就是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咱们就怎么舒服怎么来啊，这命中注定，就请你相信，就告诉别人说这也是一种爱情，你别听别人叭叭了啊。大陆与海洋如何相通？基地的寂寞随风摆动，无数次呐喊消失夜空。可是我的心里有火种，一点光就够温暖宇宙。我知道有个你值得守候。就是一方面呢，他希望就是说，哎，就是他前面就说什么那个极地的寂寞随风摆动，就是他也觉得说这种就是这种相处的方式会有一点点就是高冷的那种状态，但是呢，他说虽然说这种方式是高冷的，但我心里有火种啊，我知道有一个你值得我去守候，就是我心里有火种，然后我心里还有你啊，咱们就那个坚定不移啊。为什么交集靠太近反而犹豫？如何说出口？和未来相关的梦，当距离越遥远，某些感觉越强烈。有一种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就请你相信。复杂的规则竟让想念更加无限。复杂的规则竟让想念更加无邪，他妈的，这又在 PUA。时间的考验会让笑容越发鲜艳。时间的考验会让爱情越发鲜艳。我知道你同样 PUA。我知道你同样坚决，我知道你同样坚决。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任漫天流言或蜚语，从来不曾
曾在意，喧哗之中只看见你。我们相爱就像是渐进的自由，在转身以后，忽近忽远，忽略极限，这奇迹命中注定。我要你相信，这缘分不可思议。还唱的这么深情，就是所以我就说这首歌它是高级的，就是就是他这种感情观念其实算是比较领先的。我们在一起。来，我们来听听胡二的歌。我们看一下胡二的哪首歌好听？因为我平时不听胡二的歌啊。胡二的歌哪首歌好听？你应该很快乐，是不是？窗啊，那个窗就像那个就是那个窗，我听过，就是就一般，来，你应该很快乐，我们来听一下。对，打铁，对，这打铁，对，我刚才想这个词儿，我没想到，来，我们听听你应该很快乐啊，来。排行第一的。你应该很快乐，再也没有我的打扰了。我有时也会觉得，是不是挡住了你人生的景色？都说孤单够了，成熟了，就知道这一夜该放过去了。在你眼里我不算什么，一个人的世界不也挺好的？我们终究也成路人了，就这样谁也不理谁了。我却挥洒最好的青春，做了扑火的飞蛾。我都没有关心的资格，还有什么可以见你的？我都骗了自己多久了，以为死心塌地早把你。你应该很快乐，再也没有我的打扰了。我有时也会觉得，是不是挡住了你人生的景色？都说孤单够了，成熟了，就知道这一夜该放过去了。在你眼里我不算什么，一个人的世界不也挺好的？我们终究也成路人了，就这样谁也不理谁了。我却挥洒最好的青春，做了扑火的飞蛾。我都没有关心的资格，还有什么可以见你的？我都骗了自己多久了，以为死心塌地早把你看清了，放下了，松手了。亲爱的，对不起，打扰了。我们终究也成路人了，就这样谁也不理谁了。我却挥洒最好的青春，做了扑火的飞蛾。我都没有关心的资格，还有什么可以见你的？我都骗了自己多久了，以为死心塌地早把你
听完了啊。我刚才注意到，就是这首歌是词曲、编曲、和声、录音、混音都是他一个人，这个我就没办法喷。从音乐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中规中矩吧，中规中矩，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说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如果说这都是他自己做的，就很厉害。因为编曲这个事儿，我就知道，因为我学这方面的，我觉得他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话，而且他又是自学的程度，我觉得很厉害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的就是演绎啊。就是我们单纯不说这首歌的词，他这首歌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词不好。他曲子也可，就是那个他的旋律也可以，他的唱法也非常好，就是他的词啊，就有一种就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那种，就是80年代的那种，就是词就非常的直白啊，他要有一点点，对吧？它有一点点修饰也可以好，就是先做了做了扑火的飞蛾，就这种词就是太直白了，而且这幸亏是他唱，我觉得这要是别人唱的话，这是土味情歌。这是他唱的就是比较洋气，但是这个词真的没办法说，这个词真的有点土了，唱功没得说啊。这个咱们就是你像这种原创的歌曲，咱们喷不了唱功，来，不知道喷啥喷一下词，他这个词就是他自己写的，所以他这个词确实是有问题啊，他这个词就是太直白了。什么我都没有关心的资格，还有什么可以欠你的？就是就是他有一点点惊艳的是什么呢？他有一点惊艳的是让我就是我一直在看词，以为死心塌地的早把你，就前面都没有早把你之后就停掉了。我就不知道他早把你是为什么处理在这儿，然后后边他就以为死心塌地早把你看清了，放下了，松手了。就是我一直在等他早把你干什么了啊？他就看清了，放下了，分手了啊，松手了啊。我记得我听过他一首歌，我觉得分儿还。就是在我心里，我觉得是比较好听的一首歌，我给大家听一下啊。就是我听过他这首歌，我觉得不错啊，就是比他自己的这首歌要好听。就是这首歌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有一首歌，他应该不是他写的啊。这首歌比较好，编曲和歌词都还可以，编曲。长长的街，在爱的身边走过，一片片灯火闪烁，淹没了月光皎洁。幸福是什么样的，被谁轻易的忽略？离开我，你有没有得到想要的快乐？想起你走的坚决，而我却总舍不得。
把它听完啊。城市有梦上夜色，回家的人有几个？我沿着长长的街，在爱的身边走过，一片片灯火闪烁，淹没了月光皎洁。幸福是什么样的？被谁轻易的忽略？离开我，你有没有得到想要的快乐？想起你走的坚决，而我却总舍不得。离开我，你有没有得到想要的快乐？希望他和我一样，愿为你付出一切。离开我，你有没有得到想要的快乐？想起你走的坚决，而我却总舍不得。离开我，你有没有得到想要的快乐？希望他和我一样，愿为你付出一切。这首歌其实我听到这首歌是我听他第一首歌，就是因为我们合作过，然后后期他不是那个抖音爆火之后，我听到他的第一首歌，编曲上来讲的话，那我觉得前一个编曲因为是他自己做的，我也没办法就是说不好，这个就是肯定是编曲肯定也是会比较好嘛，这个编曲就是会让别人觉得说非常舒服。他的编曲呢，就是会有一点点初级，但是他自己自学的这种程度的话，因为我是不会编曲的，我的编曲都是找别人去编的，因为编曲是一个非常难的。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自学。他能做到那个程度已经很厉害了，但是这个编曲因为他是专业的编曲人去编的，所以我觉得他编曲是很加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这个词啊，他跟前一个首歌的词其实是一个风格都是那种就是非常直白的那种风格，但是呢，他在直白当中他多了一些什么？多了一些意境的描写。城市又蒙上灰色，回家的人有几个？我沿着长长的街，在爱的身边走过。就是他给人营造那种，就是我下班，我下班了，或者说我就是那个走在马路上，然后就是身边有车水马龙在经过，然后我一个人可能抽着烟，或者说我走在路上，然后就那种意境，他有了意境，这就比那首歌它是没有意境的。就是他自己写的那个是没有意境的，他这个多了一些意境，所以就又加分了。但是他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下曲是龙二加上这个写词的这个人一起来编的曲，所以也就是龙二不是胡二的曲一直都没问题，就是他的旋律一直都很好听，他写歌的旋律是好听的啊。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第三个作品就是打铁歌《窗》。这个编曲他也是找了别人跟他一起合作。盛放杯弓交错，新愁旧恨与我何干？逢场作戏，若即若离，终究是客水俗难客。轻烟飘
18盏金换酩酊，能忘掉喜悲，又何必为诉情如电如梦如痴如醉？若是看尽世间冷暖，即烟消云散，又何须为爱恨一意孤行挂渡前程？轻烟飘过似懂窃雨，敲打我的窗，可曾是你捎来的问安？走这一站，谁在乎人间岁月凄凉？纸短情长，断了离殇。轻烟飘过，似懂窃雨，敲打我的窗，可曾是你捎来的问安？走这一站，谁在乎人间岁月凄凉？纸短情长，断了离殇。好了啊，在深圳吗？我不在深圳啊。有没有胡二的粉丝啊？能不能就是就是告诉胡二一声，就是他的词是有问题的，就是还是旋律好，他的旋律都很好啊，他的旋律都很好，包括他的编曲，如果说按照我的理解的话，他的编曲其实也 OK， 而且就这首歌为什么能被大家记住，其实就是因为他打铁的这个特效，就是而且他这个旋律也很好，所以就是他的编曲其实是没太大问题的，但是他的词啊太有问题了，就是这个歌词写的吧，就是这个歌词的问题真的是问题比较大了，就是很大，就是对他的问题很大，就这个歌词他写的就是可能就是这个旋律他也不好写词吧，但是这几个词搭在一起是很不舒服的，他这个词搭在一起非常非常不舒服，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就找了一些词叠加上去，就是没有而且它的意思也不连贯啊，就是哎呀，它完完全全可以换字眼，就是它的词汇就是会有一点点，哎呀。就这句话，这句话，又何必为诉情如电如梦如痴如醉？就这段，就这段词，你们听一下啊，就是。若18盏金换酩酊，能忘掉喜悲，又何必为诉情如电如梦如痴如醉？若是就是他其实想表达的，其实是我能明白的，就是他如果说能喝醉了就能忘掉那些喜悲，就没必要为了就是这个哎，就是比较烂的这种感情就是折磨自己。但你看
搭配在一起就好不舒服。我再给大家听一下。看尽世间冷暖季，若是把战尽换命定，能忘掉喜悲，又何必为素情如电如梦如痴如醉？若是看尽世，就是他的词啊，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没有我能感受到他表达的意思，但是他就是词就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他用的词，他完完全全可以用别的词，他可能也是走这种别扭风，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旋律是好的，包括他的编曲打铁这个声音也是能被大家记住的，唱功依然是就是有他自己的特色，但是这个词啊，我觉得是他可能要去攻克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歌手叫什么七叶，是不是啊？我们来看一下七叶。我记得这个，我也记得有一个叫七叶的，是不是叫七叶？是不是？他叫什么？他叫七叶，是不是？他叫什么叶来着？叫七叶，我记得好像叫七葉。いつかの街角で君とすれ違った時気づかぬふりをした理由さえもわからず夜归我的七弟怎么了？来，来，我们看看夜归啊，夜归的他的自己的歌啊，我看是不是他自己写的啊？不是他自己写的，我们来听一下。谁的回眸缝不成半世浮华，谁的守候等成了渐小情愁，谁的心事折叠成无挂无牵，谁的辜负成全了岁月鲜艳，一字一句的忧伤触碰心底的波澜，终于懂了，已经懂了，不用等了，月已落了，一遍一遍的路呀，安抚突然的惊慌，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淡了。十里红妆，演一幕风华绝唱，梦里花开，度一段天随人愿。等到日落，唱几句缘起缘灭，夜夜离殇，借着休梦回天上。
已经懂了，不用等了，月已落了，一片一片的落呀，安抚突然的惊慌，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淡了，一字一句的忧伤，触碰心底的波澜，终于老了，彻底老了，夜已深了，人都倦了，一遍一遍的落呀，安抚突然的惊慌，活着活着就走了，爱着爱着就忘了。爱着爱着就忘了。就是我会觉得说这首歌很好听我觉得很好听，就是旋律。我们说我听歌就是会分开去分析，会分开去分析嘛，就是它这个词也有好也有坏就是这个词呢，它其实有60%能用就是它这个词吧，比龙二不是比虎二的那个窗要舒服那么一点点，它的旋律是很好听的这首歌编曲其实也中规中矩，主要的问题的点，我觉得也不是唱功我觉得不是唱功，就是他可能对这个事情的标准他没有要求，旋律不好听我觉得旋律挺好听的。我再给大家听一下，就是你们要分得清楚什么是旋律好听我给大家听一下，听一下，来，我觉得旋律挺好听的，我给大家听一下，来，就是大家要分得清楚什么叫旋律旋律就是它这个就是歌的调。安抚突然的惊慌，走着走着就散了，爱着爱着就淡了，一字一句的忧伤，触碰心底的波澜。就是它的那个旋律是好听的，就是它的就是整个就这首歌的调好听它的旋律好听这个是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个旋律可能是好听的对，是好听的，就是你们要知道一点就是你们但凡说就是这个作品有问题的，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你们听听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不是因为唱的不好，不是因为唱的不好，你们试想一下，如果说就是他们如果说是唱的不好的话，台湾的一些偶像团体，包括咱们大陆的一些偶像团体，包括就是反正就是你们但凡能听到的偶像团体，他们唱的都不好，但他们为什么就是那个出来的效果还可以？是不是他们有一个标准呢？就是他们自己对这个音乐他们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他们是有把控的，是有监制，他们有人去要求他们做到什么水准。就是夜归的起码就这首歌的作品，包括他之前的我记得我好像之前我也听过，
他就是一直对自己的作品的标准没有要求，就像刚才我看到一个评论，就是说他好像那个 KTV 在唱歌，就是我们去录音棚录歌，就像他这种标准的录歌，就等于我感觉首先就这个录音棚应该不是什么好录音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可能没修，这是第二点。就他这个，但凡他要修一下，他都不能这个效果，所以就代表着说他对音乐的作品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他可能觉得这个标准已经可以了，但大众会觉得说这像唱吧录的，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标准，就像我对小茉莉的标准就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所以小茉莉出来大家就不买账，因为小茉莉她就没时间去一个高标准。那我就觉得就是说她的这个旋律是好的，然后包括她唱，其实你们就想吧，一个发唱片的人，他能表现出自己的唱功不好吗？他肯定是各种修啊。他肯定是各种修啊，但是他没修，你们就听一下，他肯定是没修的。哎，终于老了，彻底老了，夜已深了，人都倦了，一遍一遍的路呀，安抚突然的惊慌，活着活着就走了，爱着爱着。就是他没修，他这个如果说他要修完是这个效果，我脑袋给你们，就是他不修他不修，所以说他呈现的这种质感就不好。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有夜归的粉丝，告诉他一声，就是他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或者说他要对自己有一定的要求的。对对，就是听一听他跟龙二的合作，来胡二。忘了如何开始，却知怎样相识，在那早已不在的夏日，无论如何追索，年轻如影掠过，微笑初见隐没在日落，缱绻早能体谅，芳华却越行囊，推开回忆苍苍已安放，藏你心中的花还如此滚烫吗？不如放手轻轻随风荡，夜色中不是他，梦中已默认了，醒来学会相拥在檐下，世界瞬息变化，再不说新鲜话，谈起那年各种有的话。忘了如何开始，却知怎样相识，在那早已不在的夏日，无论如何追索，年轻如影掠过，微笑逐渐隐
已安放。从你心中的花还如此滚烫吗？不如放手，轻轻随风荡。夜色中不是他，梦中一抹人啊，醒来学会相拥在檐下。世界瞬息变化，再不是新鲜话，谈起那年歌中落的花。就是这首歌和上一首歌的对比，就是明显它就是对自己的要求会高了一点，就是这首歌的比上一首歌的要求要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呢还是不行，就是它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是它可能达不到我的标准，它可能达不到我的标准，就是比如说一个什么点呢？就是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他应该是我跟虎二也合作过，然后我俩是分开录，我录完，然后虎二录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合在一起。虎二那部分是没问题的，问题都在叶归这儿，为什么呢？他还是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低。比如非常简单的一点，这首歌的问题就在于叶归还是没有修，他还是没有修，他修的比较少。第二点，他俩在合唱的部分，他没有把虎二的声音降低，因为虎二的声音大部分都是合音，他没有对这方面没有要求。你要有要求的话，因为你唱的是主旋律，主旋律你必须得声音得压过这个和声。现在就是完全在抢，就是虎二的声音在抢他的声音，就导致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弱，音量也弱，气场也弱，然后他的声音还不够实，他声音又有点虚，有一点点虚的感觉。所以就是还是对自己的要求没有达到就是很赶，他赶出来的一个东西就好像就是说，哎，那个要交了，完了那个我没检查，就本来这个作业他能交到90分，但是他就赶到75分。对，他自己对自己不检查，然后他不要求自己，所以就是呈现的效果就不好他呈现的效果就不好，就是就是我是这种感觉，我觉得他唱功绝对是不跑调的，他肯定是不跑调的，但是他的他的那个气肯定就是就是会弱一些，气息会弱一些啊。来，在那块叭叭说别人了，来，咱们听自己的歌来。听一首我自己的歌啊。每次想你，我都怀疑错的是我自己。无
碰劝我，狗又劝我，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在家等天晴，看着无声电视机，然后在吵闹的情歌中昏迷。你的背影，你的声音，你好闻的气息，让我目眩，让我头晕，让我歇斯底里。我才不会再见你，我也舍不得忘记。我想我会在无情交情中死去。忽然间很怀念你沉默不语时有我守着你，可是我也有委屈。忽然间很害怕在巷子在天街偶然的看见你，我会哭着奔向你。每次想你我都怀疑错的是我自己，乌篷劝我，狗又劝我，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在家等天晴，看着无声电视机，然后在吵闹的情歌中昏迷。我也尝试写歌给你，然后感动我自己，让别人慢慢的、慢慢的提醒你。忽然间很怀念你沉默不语时有我守着你，可是我也有委屈。忽然间很害怕在巷子在天街偶然的看见你，我会哭着奔向你。忽然间很怀疑我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你，所以才如此狠心。忽然间很感谢是你让我能够更了解爱情，所以越来越想你。你的背影，你的声音，你好闻的气息，让我目眩，让我头晕，让我歇斯底里。我才不会再见你，我也舍不得忘记。我想我会在无情交情中死去。关于影响的定义，是他们不断提醒，不知和不觉中我越来越想你。好了，开麦了啊，开麦了啊。首先呢，很难得听到这么好的作品。首先呢，就是我作为一个听众来讲的话，作品很好，但是唱功对，唱功，就是他的低音呢，就是如果说我不认识这个歌手的话，我会觉得他低音就有点虚，他的低音比较虚，他在那个主歌部分其实是有一点点很难让人进那种感觉的，就有一点点就是不太舒服的音域。他高音部就是他的副歌部分，就是主旋律，稍微把他的声音的那个好听的点出来了，起码就是第一段的主歌部分，我觉得是这样的问题。第二段的主歌，因为有鼓点，然后再加上情绪的递增，所以他逐渐的自信，他的声音也变实了。所以第二
段的时候稍微舒服一点。再一个就是我说他的词其实写的还是可以的，他写的词还是可以的，因为他整体表达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就是你就是我跟你分手了，然后但是呢，我又不想去找你，然后我又觉得你对我不好，但是我又忍不住的在想你，然后我就在自我纠结，最后我变得越来越受你的影响，然后爱你其实就变得越来越像你。他其实想表达的东西其实很清晰，就他整体的词，他在表达就是点题也好，表达的内容也好，他没有跑题。第二点呢，就是他其实这个词也是还可以的词还可以，主要的就是他的这个旋律是好听的，然后他第二段的感觉可能会更好，特别是第二段的那个副歌上来，然后有女生和声和男生和声的加入，整个的情绪那个感觉就上来了，就是会有画面感，所以说就是主要就是他的唱的部分他的唱的部分还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就是低音部分它还是有一点问题它还是有一点的问题。来，我们听一下这个歌手的另外一首歌另外一首歌我们不听它就是比较那个热度比较高的，咱们听一下就是热度没那么高的我们来听这首吧。我知道，写歌没用，写再多，唱再多，你也不懂。我的心就像是陷入了沼泽，分开后的生活，我咳嗽越来越重，那你呢？胃是否还会疼？我知道不该承诺，做不到说再多也是借口，都怪我太过幼稚，太过冲动。若生命重新来过，我选择只做你的朋友，会不会这一切都不同？我知道我真的疯，我知道你和我真不适合。朋友说你从来没有提及过我，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知道你也有可以躲我，我走了，你别皱眉头。我知道不该承诺，做不到说再多也是借口，都怪我太过幼稚，太过冲动。若生命重新来过，我选择只做你的朋友，会不会这一切都不同？我知道我真的疯，我知道你和我真不适合。朋友说你从来没有提及过我，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知道你也有可以躲我，我走了，
你别皱眉头。向前走，方向却分左右，不回头，不甘心的自由。我知道是时候松开曾经握的手。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的疯。我知道你和我真不适合，朋友说你从来没有提及过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知道你也有可以躲我。我走了，你别皱眉头。我知道，我是真的舍不得。好了，这个歌手的所有的作品，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唱功。他的唱功就是，这首歌的唱功也是会有低音方面还是会有问题，因为他这首歌的跨度可能会比较高，所以他前面就是在定 key 的时候，前面定的过低，低到音不准。就是因为你后边音会比较高，所以你前面你必须得定低一点，但是你前面定低的话，你低就是最低的那个音你又唱不准，但是你要加一个音，这个低音就准了，但高音你又上不去，所以说这就是他的问题，他的音域不够宽，所以出现了这个问题。举非常简单的例子来，我们就是有几个点。若不到说再多也是借口，都怪我这还没问题。太过幼稚，太过冲动。哎，不是这，来，咱们最开始的时候，来，就这一句就出了问题。写再多，唱再多，你也不懂我的心，就像是陷入了沼泽。你看。他这个声音，他就有点上不去，下不来了，下不来，他就用那个这种气音，但是还是就是他这个音，他其实是有偏离大概半个 key 左右，就是他不到半个 key， 可能1/5 key， 他没有那么落得非常的准在那个音上。来，咱们再听一下。你也不懂我的心。就像是陷入了沼泽。你看，沼泽，这个泽其实还应该低，它低不下去了，所以它这块有点跑了。分开后的生活，我咳嗽越来越重，那你呢？会是否还会疼？哎。这一块就准的，就是它的低音太低了，所以它低不下去。向前走，方向却分左右，不回头，不甘心的自由。我知道是时候松开曾经握的手。这个结束，它其实跟这个，就是它没有对齐，这个有一点点小问题啊。然后下面，因为他唱了一个高音，他紧接着他嗓子就疲倦了，他接下来他就不如前面的稳。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的疯。我知道你和我真不适合，朋友说你从来没有提及过我。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知道你也有可以躲我。我走
了，你别皱眉头。这个头，他这个头也有问题。知道你不爱我，我知道你也有可以躲我，我走了，你别皱眉头。我知道我是真的舍不得。就是这个歌手，他其实在情感处理上，其实还就是他把那个就是男孩的那个柔弱呀，哎呀，他把那个男孩那个柔弱，他唱得非常好，就是我知道你和我真不适合朋友说，我知道你和我知道我真的疯，我知道你和我真不适合朋友说，你从来没有提及过我。就是一般就是从来没有提及过我，就是但是他唱的就是过我，就那种就是他有那种就是就是那种就委屈啊，就过我就那种，他是这种演绎的方式啊，他就是他不像就是就是有点赖鸡的那种，他不是一个大男人，他是一种就是大男孩，就是那个小男生，我就那种就对他的就是你听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哎不太一样。我知道你也有可以躲我，我走了，你别皱眉头。哎，就是你看他的皱眉头，就是那种哎，他就把就是把那个情感就是表达的很细腻啊，这个是很难。